所以要又高又快。攻击的部分是这样，那到拦网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打一支拦网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，欢迎来到我的培育小教室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础篇位置介绍，拦中手这个什么？这边是一个小人，你看，就是这一系列位置介绍影片，我们已经出了很多在这边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各个位置的介绍，然后他们的一些相关的 background 背景知识，这样。那就是你不一定要打这个位置，但你至少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个位置？那现在的趋势是怎么样？然后还有就是想要成为这个位置的话，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就是比较科普类型的影片。好，那最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拦中。拦中它有很多的名字，像是我刚刚说的拦中手，那简称可以叫拦中，甚至叫中。那它有快攻手的名称，就是大家会让拦中去打快攻，因为大部分他们的就是等一下会讲，那他们的特色是他们的身高通常会比较高，或者是他们的位置特性让他们变得比较快，也会有人叫他中间手。那在英文的话，他们会叫他 middle 或者是 middle blocker， 就是所谓的拦中，那就是直翻这样。所以就是这么多名字，基本上都是在讲它是中间，然后打快攻，然后又专攻拦网的位置。其实这些名字不管怎么样，都会离不开第一 block 拦网，第二中所谓的中间，等一下会介绍。第三就是快打快攻的部分。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透过名字，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，拦中手它的特性是什么。好，那在国际赛场上，我们看拦中就是中间快攻手，他其实大部分都是身高比较高的球员在担任，就是常常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长得特别高的人站在场，就是前排网子边的中间，就前排不都会有3支吗？准备要拦网，那通常中间这一支会特别高。那他们在攻击波的时候，他们通常会是第一个起跳，然后尤其是这种非常快，就是球一举出来马上打下去的那种，就是所谓的快攻。就是不管在拦网阵型或是攻击战术上，拦中手这一个位置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，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身高高，那或者是他们跳得很高，然后他们在拦网阵型上就是要去帮忙做拦网的时候，对方看到拦网手这么长，然后这么有威胁性的拦网，他们攻击手一定会退缩。那换到攻击方面的话，就是他们第一时间跳起来，你就看到这么高一个人在这边准备打攻击。你还不上去拦吗？所以在我们攻击的时候，我们的拦中跳这么高，对方的拦网一定会跟，然后变成说，他们的拦网阵型就被分散掉。所以拦中手在现代球队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以前球队里面是没有自由球员的，我这边之前有说过。那在没有自由权的情况下，其实大家都要会接发球，所以就连拦中也不例外。所以在当时，拦中手是必须要会接、会打、会拦网。那他们那时候的那个拦中的战术比较多偏重在防守方面，就是尤其是接发球，因为他们很常站在球场中间嘛，然后还有拦网，所以我们才会叫他拦中，而且叫中间手，因为他基本上在球场上都是在中间。那到后来有了自由权的加入，我们都把拦中更集中在前排的部分，就是当他们到后排之后，就用自由换掉，然后让自由上去帮忙接发球。然后拦中手就是专门在前排的拦网以及攻击，这是因为球队的战术变得越来越快、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多变化，有空间差、有时间差，然后各个角度的变化都来，所以我们的拦中变得是必须要更专精在拦网，因为他在往边的时候，他在中间拦网，所以不管是中间的拦网、往右边帮忙拦网、往左边帮忙拦网，他都要会。所以现在球队的趋势就是他的地板动作可能就不会那么要求，然后变成是到后排，然后让自由球员帮忙接发球啊，或是防守。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趋势哦，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，自由球员不一定要只换拦中，主要是看说战术运用啊，然后场上
可能接发球相对不好的人是谁。好，那讲到蓝中的特色，我刚刚有讲嘛，就是因为有那个自由球员的辅助，就是帮忙接发球跟防守的部分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更专精在拦网还有攻击。所以对于蓝中的要求，我们更偏向了高跟快。所谓的高不一定是身高高，当然身高高是最容易，因为我们攻击要变高或拦网要变高，拦网点、攻击点或拦网点要变高的话，其实身高是最直接的一种。你就算身高高，但跳不太起来，我站着就这样，然后再跳，我只要跳一点点就这样了。很多蓝中手会就是捡比较高的球员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你知道有先天优势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不要因为身高，然后就觉得我不能打蓝中哦。所以所谓的高，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身高高，而是击球点高，然后还有拦网点高。那快的部分，我们主要是要求的是能够快速移动。尤其是快速移动到并拦网，所谓的并拦网就是所谓的双抠，就是当蓝边跑去并对面的大炮的时候，我们蓝中赶快跟上来，然后帮忙一起拦网。我们这个所谓的并拦网，我们要求非常多的快速移动，尤其是横向的。那我们要快，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打快攻，因为我们打快攻是为了要有时间差的变化，有些人打第一时间，有些人打第二时间。这样对方的拦网，我要顾第一时间我跳起来，我就来不及再下去再上去去挑第二时间，这个大家懂吧？按照这个逻辑，如果说大家都打第二时间的话，我可以这边看球，没有那我再出去，所以变成说对方的拦网就没有被撕裂的感觉，因为他可以完全就是看着球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拦。那我们有了时间差的话，什么 A2 啊 A 长啊蓝中就会被定住，一定要先拦快攻嘛。那他们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拦其他的第二时间，所以蓝中要打快攻也是因为这样。那蓝中要又高又快呢，你就是可以想一下，如果说我打攻击的时候，我又高又快，在对方我就先跳起来，我已经跳这样这么高，然后球一上来我马上点下去，不用很大力，我只要出手快，基本上就可以得分。因为对方蓝中如果没有及时的跟着我跳的话，基本上对方拦网在上升的时候，球就下去了。那到拦网的地方的话，就是我又高又快，是因为我可以快速移动去并拦网，然后跟着队友一起上去拦网，然后我拦网点又很高的话，变成说对方的球就很难突破，因为我跳得够高，所以我手伸得够长，那我可以去做更多的拦网变化，然后让对方的攻击手变得更难打。所以又高又快指的是移动速度快，还有拦网点或击球点高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哪里比较容易看到蓝中手？其实就很明白，就是中间拦网的那一个人，或者是在中间攻击的那一个人，所以就所谓的中间手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刚刚的名字来判断嘛，快攻打第一时间攻击的那一个人，因为通常打第一时间攻击通常都只有一个。以现在的趋势来说，大部分前排中间就是当对方发球发过来，一定会有一个人跑去中间，然后再攻击，或者是在我们发球的时候，拦网3个人，然后大家会换，然后就最后有一个人在中间，那通常那都是一个蓝中手。所谓的跑位的部分，你们也可以用这一点去判断，或者是就是你知道轮到后排，然后发完球之后，然后就直接被自由球员换掉，然后在板凳上坐的那一个。这样其实就可以还蛮清楚的知道说蓝中手大概长什么样子，或是在哪里。蓝中算是比较好判断的，通常副位跟大炮比较难，你知道，比较难辨别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说怎么样去成为蓝中手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先加强你的拦网能力，因为它就叫蓝中手嘛，拦啊。你必须要先好好的拦网，你快攻打得不好也没关系，但你拦网一定要有威胁性，所以你要先加强你的拦网能力，再来快攻能力，就是你知道第二需要加强的部分。那如果说你本来不是蓝中，那你想要成为蓝中的话也是可以，你可能就是要先加强你的第一点是高度，不管是拦网或是攻击，然后第二点就是拦网技术，第三点就是快攻的技术。通常你只要完成这3点，你就可以去打蓝中。我这边影片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之前有讲过
拦网的一些基本动作，什么要收下巴，要收小腹啊。打快攻的话，我们之前也有在跟大家讲，所有快攻需要知道的东西，都是多去做练习，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个拦中手咯。好，那当刚刚基本上的三件事情，高度有，拦网技术有，快攻技术也有，那再来就是你要去学会判断怎么样去观察对方的攻击战术。以我的角度来说，我希望拦中要能够知道对方的攻击战术，要能够分配我方的拦网战术，就是分配我方的拦网，你要去顾长刀，这支会打交叉，你顾快攻，我顾第二时间，像这样子，就是我会希望说拦中手要能够解读对方的攻击，然后让我们这一边能够好好的拦网。那再来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拦网观念，然后基本上每一次跳上去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摸到球，最好是可以拦死，但是至少要摸到球，因为你摸到球之后，球速变慢，我们队友变好接，我们就可以重新组织一波攻击，那这样子我们得分率就会上升，那你的拦中就是你知道一个大战。好啦，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跟按赞哦，成为称职的拦中手吧。我们下次见。